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人们常说，借钱看交情，还钱看人品。然而，金钱的摄入却能让看似坚不可摧的关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因为借钱，我们重新审视了世界，审视了身边的人，也审视了自己。毫不犹豫借钱给你的人，是最在乎你的人。亲兄弟明算账，即使感情再好，也难逃金钱的考验。在困难时刻，伸出援手虽说容易说，但真正要做到，谁能如此爽快呢？毕竟，每个人的钱都是辛勤努力的成果。如果一个人心中真的没有你，又怎会毫不犹豫的借钱给你呢？小林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一年到头精打细算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年底时依然难以存下多少。离婚后，独自抚养孩子，前夫更是无情到不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。随着孩子的教育费用逐年增加，小林感到肩上的负担越来越沉重。尽管亲朋好友劝小林早日找个伴侣共度余生，他深知在遇到像前夫那样一毛不拔的人，将是自讨苦吃。然而，爱情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。小斌是一个温暖人心的男人，虽然并非富有，是个单亲父亲，家庭负担沉重，但对小林来说，他总能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。交往2年后，小林希望购置一套小户型的房子，以便未来两人有个归宿。小斌全力支持，不仅鼓励小林看房，还赚了10万元给他，表示这是他全部的存款。小林感叹万分，这笔钱是小斌从以前跑长途运输赚来的，尽管如今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但工资并不高。小斌却表示不在意，周末愿意额外工作赚取更多收入。在他的支持下，小林顺利支付了首付，月供也仅剩1000多元。相较于以前，这让小林觉得生活更有意义，他也愿意为共同的未来努力。有钱也不借给你的人，你们的关系还不够牢固。人们往往高估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，高估人际关系的牢固程度。表面上的友善和融洽，常常掩盖着一层欺骗性。如果不用心去看清，最后只能陷入尴尬的自取其辱。小青刚开始工作，发现自己和同事们很难沟通，很难融入团队。原因在于缺乏资金，助学贷款支撑他完成学业，每月几千元的工资几乎全部用于还款。因此，他只能婉言拒绝同事们的各种邀约和需要花费的户外活动。他也常常帮助同事们完成需要加班才能完成的工作。渐渐的，小青成为最勤奋且经常加班的人，他的辛苦得到他人真诚的谢谢。然而，这些辉煌的言辞无法解决小青的债务危机。当小青的父亲突然患上肺癌，需要昂贵的手术费用时，他第一次放下身段，向同事们借钱。然而，借钱的话题一提出来，同事们却面露难色。小青看清了，他过去对自己友好的女上司只是假象，只是为了让他死心塌地的帮忙做事。他发现在女上司看来，只要他能够帮助解决问题，他根本不在乎小青的死活。哪怕自己没钱，也要想办法为你筹钱的人，是生命中的贵人。真正的贵人通常就在身边，可能是父母，他们从不期望回报，只希望你能过得好。也可能是那个在困难时刻伸出援手的朋友，让你看到人性的光辉，找到前行的动力。小娟、花花和阿芳是一直以来的好闺蜜，3人情同姐妹，共同面对各自的困境。阿芳的父亲患癌需要昂贵的手术费用，3人一起协作筹措资金。小娟和花花不约而同地提出帮助，为阿芳解决了资金压力。这让阿芳感到非常感激，她决定尽早还上借款，因此她利用双休日进行兼职。在生活中，
我们常常高估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。借钱的经历让我们认清，谁是真心希望我们过得好的人，谁只是表面的虚伪。因此，与真诚相待的人一起走得更近，而那些虚伪的人自然而然会远离。